大家好，我是阿斐。在这个频道呢，我会带你翻开古籍，走进遗迹，像侦探一样去拼接那些洒落在世界各地的线索，去寻找一个被遗忘的答案。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在历史的深处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那就请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一起出发。今年的7月初七，当整个国家都在庆祝牛郎织女的爱情时，福建漳湖镇呢，这里却在进行一场献给蛇的古老狂欢。明天呢，漳湖镇那边呢，就在那边，对，他们明天七夕节，他们过的是蛇节、蛇王节。当我亲眼看到数以千计的人将真实的蛇缠绕在身上，脸上却没有恐惧，只有虔诚的时候，一个更深的问题击中了我。也许是我们这些现代人误读了蛇的含义。古老的圣人是否曾通过它向我们传递一则我们至今未能破解的宇宙密码？漳湖人之所以祭祀蛇，传说和一场瘟疫有关。某年，漳湖地区发生了可怕的大霍乱，死了很多乡民。后来派人祈求蛇王连公。第二天，突然一条大蟒蛇出现于漳湖天空，口吐焰火，驱除了瘟疫。乡民得救后，便立庙奉为菩萨，从此香火不断，并于每年的农历7月初7举行蛇王节，以感恩蟒蛇的救命之恩。发现了两个很重要的线索，除了蛇以外，还有蛙。农历7月21那天也会举行蛙节，很特别。我觉得在全中国没有在哪个地方听过我们会祭祀青蛙的。现在听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一种很朴素的情感。试想一下，我们多久没有感恩风雨和空气给予你生命？你是不是早就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呢？还有，你以为蛇王节只是简单的祭拜，那你就错了，这更像是一场盛大的蛇王狂欢节。蛇王节当天凌晨4点，从普宁远道而来的莺歌少年们早早地开始排练。仔细观察了一下，和平时的莺歌舞表演有一点不一样。你们是普宁过来吗？对，普宁跳的那种特别编排过，特别编排出了6条蛇嘛。对呀，我就看到有6条吧。一般是1条或者2条，现在就因为这个蛇王出了6条。对，我就是数了一下，那小孩子拿了4条，你也拿了。那还有一个大。对。是，所以就特别编排，就增加了这5条。對，一定不會鬥嘅。就是舞蹈動作那些有變嗎？舞蹈没变，但是队形变了。队形变了。虽然在马来西亚槟城也有一座蛇庙，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也不远万里赶回家乡，不想错过这个1年1度的节日。为了做好蛇王节的准备，农历6月，人们便到乡野捕蛇，把捕来的蛇都进献到蛇王庙中精心饲养。人们相信，谁捕获的最多，谁就对蛇王菩萨最心诚，也就会降福于自己。天色已经蒙蒙亮，蛇王庙前已经点燃起2支玫瑰色的2米大香，乡民齐集庙前敬神，并抬来一座特制的龙庭轿。吉时一到，蛇王菩萨巡行开始，炮冲3声，锣鼓齐鸣，队伍鱼贯而出，队列由大锣开道，旗队紧随其后，写有行雷、连弓、肃静、回避的木牌并列在前，引领神教。后面跟随着各乡的乡民，每人出发前取1条蛇，或绕脖颈，或围腰间，或缠手臂，连儿童也不例外，俨然一对长蛇阵。我从小就怕蛇，但是在队伍中呢，我紧盯着那些孩子的眼睛，试图寻找一点恐惧，但我完全都找不到。只有一个18、19岁的男孩被烦躁的蛇咬了一口，他也只是咧了咧嘴，强忍着泪水继续向前。泡了水，它就会松口是吧？对，它咬住了的时候，水泡进去，它但这些都没毒的哦。没毒的，都是蟒蛇。那我看他们走之前都要泡一下水，是因为什么？怕太热是吗？对，有药的。没有药，这怎么会有药？没药啊，那就咬生。对啊。哦，一热它就乱咬人是吧？那个老去了，我哪里按到我？在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勇气，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近乎本能的人与蛇之间的古老默契，仿佛他们知道蛇不会真正的伤害他们。
在巡游的过程中，我还看到乡民们急匆匆地在找什么。原来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他们赶紧要为蛇寻找水源补给，生怕它们热坏了。我还在巡游队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沿街各户人家都有一位长者或者是一家之主手持香火，点燃鞭炮迎接，并与队伍中的人交换3支香火。这么分香呢，其实是为了表达对蛇王的敬仰。蛇王出巡完毕后，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被乡民恭请回庙，并将蛇放回江中。非常凑巧的是，2025年的印度蛇节和樟湖镇的蛇节竟然是同一天。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会举行纳迦5日节，这是一个专门祭祀蛇节纳迦的节日。人们会供奉牛奶、鲜花、米饭，祈求丰收、安康与免受毒蛇的伤害。印度蛇节呢和福建蛇节的巧合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继续查找世界各地是否还有类似的蛇节。果不其然，可以说蛇节是遍布全球。北美原住民霍皮人每2年都会跳蛇舞来祭祀蛇。他们为什么要祭祀蛇呢？这是源于霍皮少年去寻找水源的故事。少年在蜘蛛祖母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地下洞穴，那里居住着一群蛇人。白天呢，他们是蛇，晚上呢就褪去蛇皮，变成美丽的人类。霍皮少年和其中的一位蛇女成为夫妇，蛇女答应他为他的村民带来雨水，只要他和他的村民每1年都祭祀蛇人。于是他回到村中，信守诺言，跳起了蛇舞，雨水也随之而来。一个是为了感恩，一个是为了契约。横跨太平洋的2个文明都将蛇视为沟通天地的使者，非常的巧，不是吗？当我以为这已经是极限的时候，非洲大陆的发现也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在那里，蛇不需要成为使者，因为它就是神本身。在西非伏都教的发源地贝宁，古城乌伊达也有一座蛇庙，他们崇拜一位名叫丹格比的巨蟒之神，他被认为是财富、丰饶与保护的象征。据说在17世纪呢，当时法国人和其他的欧洲殖民者抵达乌伊达时，达和美王国的祭司祈求蛇神庇护。当敌军逼近时，大量的蟒蛇突然出现，把敌人吓退。人们因此修建了这座蛇庙，以感谢蛇神的拯救。我开始意识到，这不像是一种巧合，更像是一份遍布全球的古老契约，以隆重的祭祀为代价，换取雨水、丰收与庇护。那么世界各地范围内的祭蛇活动，除了祈求风调雨顺，还有其他的原因吗？作为古籍守护人之一，我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发现东汉的《说文解字》中，许慎给出了一个惊人的解释：闽东南越蛇种，意思就是说，生活在东南的古越人是蛇的后代，而闽这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门内供奉着一条蛇，这个虫字呢，在古代就是蛇的意思。这片土地的名字从一开始就烙印着蛇的图腾。还有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也记载，自交趾至会稽7、8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闻声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句话呢是说，从越南北部到浙江绍兴这广阔的7、8千里土地上，生活着众多的百越部落，他们共同的习俗就是剪短头发，在身上纹上图案，目的是为了下水时能够避免蛟龙还有一些其他水中神兽的伤害。另外，我还查找了约翰·汤姆逊在1870年在福州拍摄的珍贵照片，并从中发现一个惊人的细节：福州妇女那时头上戴着发簪，非常特别。在查找古籍时，我发现照片和清代的古籍《闽杂记》记载的完全相符。福州农妇等戴银簪，长5寸许，作蛇昂首之状，
簪作蛇形，乃不忘始祖之意。这枚小小的银簪就像一个戴在他们头上的图腾，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佩戴者，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蛇的血脉。每年祭祀蛇是为了提醒后人你是蛇的后代，但人类真的可能是蛇的后代吗？提到蛇的后代，人首蛇身图是绕不开的话题。最为经典的莫过于近代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卷画，最早的则是位于山东嘉祥的五梁祠的石刻。另外，在《山海经》中也提到的类似人首蛇身的物种也是比比皆是，相柳、共工还有烛龙，这些都是人首蛇身的神兽。我再次查找古籍，发现在西汉的时候，一位名叫戴德的儒学大师整理了一批比他所处时代更为古老的源自周朝的文献，在他编撰的《大代礼记》这本书中，为我们保留了先秦时期一个宏大而奇妙的世界观。《大代礼记》中记载，有羽之虫360，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360，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360，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360，而蛟龙为之长；有裸之虫360，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这段话构建了古代中国的动物分类学五虫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虫并非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昆虫，而是对天地间所有动物的统称。鸟为羽虫，兽为毛虫，龟为甲虫，而蛇与龙同属鳞虫。最让我震撼的是，人类也被明确地归入到其中，被称为裸虫，也就是身上裸露的动物。这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原来在我们祖先的眼里，人并非是天生高高在上的，而是与鸟、兽与蛇并列的，与自然界平等的一员。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没有羽毛，没有鳞甲。每一类的虫都有一个精神上最高等的领袖，比如凤凰、麒麟、神龟和蛟龙，它们被称为四灵，而裸虫人类的领袖就是圣人。那么试想一下，如果你是2000年前的古人，该如何用一个图像来表达这位裸露动物的智慧领袖圣人呢？古人给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答案，他们保留了人的头脑，代表至高的智慧与文明，同时他们赋予了圣人蛇的身体，因为在最古老的甲骨文中，虫的本意就是蛇。人首与蛇身的结合，正是对裸虫圣人这个概念最精妙、最忠于源头的一个视觉转译，它是一个完美的创意设计。到了唐朝《晋书五行志》中的一句话，明显可以看出人们观念的改变：夫裸虫人类，而人为之主。人们开始将自己定义为裸虫之主，从自然的一份子变成了自然的主宰，渐渐地忘记了如何与天地万物对话。似乎只有古越人心中依然记着人与万物皆为虫的亲密共生关系，而不懂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奇怪纹身是为了表示蛇的后代。所以我猜想，闽为蛇种的这种说法，会不会是后人对古越人万物有灵，你我皆是虫的一种误读，而人首蛇身的造型是对裸虫圣人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呢？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源头，蛇的密码好像是被解开了，它指向的是一个万物平等、充满敬畏的一个古老世界观。但这反而让我的困惑更深了。如果这套精妙的哲学体系是属于东方的智慧，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图腾呢？那在闽台琴博物馆，这块排湾族的木牌让我停住了脚步。它们隔着世界上最宽阔的海洋，为何如此相似？还有这个姿态，手持着蛇，嘴里咬着蛇，仿佛在吸取它的力量。从美洲的霍平人到汉代的南越王，跨越万里的时空，他们为何做出如此一致的动作呢？一块又一块的拼图被找到了，古越人、霍皮人、古玛雅人还有西非人，他们素未谋面，但仿佛都在诉说着同一个关于蛇的秘密。但就在我试图将这些写实的蛇图腾拼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在这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套更抽象也更古老的语言，跨越大陆的传说，惊人的相似，但依旧没有回答我最初的一个问题：蛇到底是什么呢？我决定离开喧嚣，去往更深的山里。当地的人告诉我，贡鸭山上有一个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来历的仙字。那个蛇形图腾有多长时间了？很久了，不知道以前
我们小时候懂事了就有了。就有了。哦，上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是啊。然后你从这边进去，那边水泥路，刚刚在水泥路边，以前是在路上啊，现在这个滑到哪边西边下去。找到了。找到了。这个像蛇形吗？他们的解读就是一条母蛇，然后带着一条小蛇。已经淡了。对啊。上面还是一个小蛇的感觉，但我觉得很像那个印度瑜伽里面 Om 的符号，挺像的。有点像，远远的看起来很像。欧姆，一个古印度哲学里面宇宙初始的那一声震动，那一刻一个疯狂的想法闪过了我的脑海：如果这根本不是一条蛇呢？如果这是一张声音的图谱，是我们祖先尝试用石头记录下宇宙的第一声心跳呢？贡鸭山的这个神秘符号呢，给了我一个很疯狂的灵感。如果蛇从来不是指地上的生物呢？如果它是指一个密码，指向的是我们头顶那片遥远的星空呢？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开始寻找更多的证据。最终的结果指向了北美洲的俄亥俄州。一张卫星图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大蛇丘，它就像是贡鸭山石刻的宏伟放大版，一条巨蛇正吞食着一颗蛋。但它最惊人的秘密并非是它的形态。考古天文学家呢发现，它的每一个转角、每一个角度都精确地指向了宇宙的节拍。它的头对准夏至的日落，它的尾指向冬至的日出。它不是图腾，而是一台刻在大地上的天文仪器，一个由古人刻画在大地上的星图。这就引出了一个终极的问题：如果我们祖先是在地面上建造了如此巨大的指针，那么他们到底想指向天上的什么呢？难道天空中真的是有一条宇宙之蛇吗？我在南美印加人的古老智慧中再次找到了答案。他们观察星空的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习惯连接亮点，在光明之中寻找形状，而印加人却是凝视着银河的光芒，在那些没有星星的黑暗尘埃带中寻找生命的轮廓。他们称之为暗云星象。而在这里就藏着印加人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宇宙巨蛇。它不是由星星组成，而是由虚空构成的。印加人相信它在银河中饮水，再将雨水洒向人间，带来丰饶。中国古人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所以我们或许一直都是理解错了。蛇从来可能都不是指动物的蛇，而是一份来自上古智慧文明的星际地图，一个讲述宇宙规律的密码。只是后世人忘记了密码的含义，却虔诚地保留了它的形态，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动物图腾崇拜。那这条蛇是一条连接天地、古今还有人类与宇宙的道路。也许这就是远古圣人留给后人一个未来的警示，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人类与天地万物那份最古老的契约。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追踪各种图腾神话的起源。如果你也喜欢这场解谜之旅，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阿斐，我们下次寻踪再见。